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蒙托克时空传送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的时期当时的美国还不是超级大国嘛，它的军舰规模呢只是世界第10，只有英国的一半。当时的美军方呢需要优势建立一支军队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呢优势必须以科技来满足。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尼古拉特斯拉呢就与美国的陆军合作研究遥控技术呢，并摧毁其潜艇。所以特斯拉说呢，他还发明了一种粒子武器，绰号为特斯拉死亡射线。战争始于1939年呢，德国似乎当时战无不胜。到了1942年呢，德国军队当时占领了整个欧洲、北非以及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了。所以当时呢，已经成为盟国的美军呢，似乎处于失败的一方。为了获得优势呢，美军方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科学。当时特斯拉呢有电磁武器的构想，甚至是隐形武器的想法。所以在1919年呢，爱因斯坦当时还证明光可以被重力弯曲。出于绝望呢，所以当时美国就启动了彩虹计划。基于特斯拉和爱因斯坦的理论呢，科学家们就设计了一种装置，可以让船呢在雷达和肉眼下不可见。这个计划目标是非常宏大的，就是创建一个强大的电磁场呢，来扭曲船只周围的时空。那是在1943年的7月原型机居然安装在了埃尔德里奇号航母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进行第一次测试。那海军科学家冯诺依曼博士呢，将领导该项目来操作该设备。冯诺依曼博士呢，选择了2名海军工程师爱德华和邓肯兄弟。当时他们在机房里面各司其职，当电话打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打开机器。几秒钟之内呢，船上就发出了低沉的嗡嗡声，然后就出现了一团闪闪发光的绿雾。码头和附近船只上的人们都不敢相信埃尔德里奇号呢居然不见了，直到它神秘地出现在了200多英里以外的诺福克弗吉尼亚州呢。但更奇怪的是它是在设备启动10分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而20分钟之后呢，埃尔德里奇号呢又重新出现在了费城，但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埃尔德里奇号重新出现在费城的时候呢，其他船上的水手们都开始欢呼雀跃，他们认为实验成功了。但对于本船上的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和噩梦。人们发现船员们与船体居然融为了一体，痛苦的尖叫和哀嚎着。还爱德华和邓肯呢，他们在实验中幸存了下来，但其他的幸存者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些人甚至严重的烧伤，并患上了放射病；有些人疯了，有些人干脆还消失不见。尽管灾难发生了呢，那美国海军还是看到了潜力，他们请来了他们认为顶级的科学顾问爱因斯坦来征求意见。所以在1943年的10月28日呢，经过维修和升级之后呢，是时候进行第2次费城实验了。还是爱德华和邓肯上任，因为他们上一次的实验呢没有试，而且还比较有经验嘛，所以这一次爱德华和他的兄弟邓肯呢就紧张地等待着第2次实验的开始。他们希望这一次呢会比上一次实验更稳定，因为那一天有太多人牺牲了，但他们没有死而这一项新技术呢可能会扭转第2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所以他们必须做出牺牲，并希望这些牺牲呢不会白费。那这时候呢，电话从剑桥那边传来让他们打开机器。于是呢，机器发出了熟悉的嗡嗡声，又再一次旋转了起来。几秒钟之后呢，一声爆炸，机器松动了，他们就发现到处都是火焰燃烧起来。就在他们认为实验成功的时候，一切都突然乱了套。于是他们像以前一样呢，从机舱呢就跑到了甲板上，他就看到一团旋转的绿色光环呢漩涡围绕着这个船体。于是他们继续奔跑，到甲板的尽头的时候呢，相互给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就跳了下去。就在他们即将落水的时候呢，相反他们穿过明亮的绿光，居然落到了干燥的陆地上。奇怪的是，他们的身上仍然还被光照着，但是光呢却来自于一架直升机的头灯了。而这时候呢，2名宪兵居然就把爱德华和邓肯给拽了起来，开车送到了附近的一栋建筑物里面。他们还被保护呢，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被带入了电梯。一名宪兵呢按下了按钮，门关上之后，他们就感觉自己在往下沉，进入了地下基地。那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负责此次项目实验的物理学家冯诺依曼博士。但冯诺依曼博士看起来还很老显得。博士就说呢，欢迎来到1983年。当时这个爱德华和邓肯面面相视，不敢置信地说，1983年，我们是生活在1943年呀。然后冯诺依曼博士说跟我来。
他说过去4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爱德华和邓肯呢跳下船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在逃生，实则呢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会穿越时空。而爱德华和邓肯发现自己身处在长岛蒙托科空军基地下方的一个地下设施中，而正式的说呢，这里是一个退役的雷达站；非正式的说，它是蒙托科项目的总部。该项目呢是费城实验的延续和升级，和费城实验一样。而蒙托科项目呢可以操纵时间和空间的结构，但现在呢这种操纵可以被控制。而实验的核心呢是蒙托科椅。他们说利用椅子呢使用计算机产生人脑与电脑波相互作用的电磁场，所以特斯拉的共振和能量理论呢在椅子的设计中发挥了作用。可以将人类的思维与机器连接起来的技术呢是从不明飞行物逆向工程而来的。而许多回收的不明飞行物呢，他们就发现这个飞碟里面居然没有物理按键，他们是由飞行员的思想来操纵的。所以蒙托科椅子就放大了通灵的能力，允许受试者呢显现物体，看到遥远的位置，并且呢可以穿越时空。一切呢都是用思想来操纵。好在呢这个爱德华和邓肯呢都有效的能够使用这把椅子，但是邓肯的天赋异禀，他的能力呢使他就成为了测试的焦点。因为在一次紧张的测试之中呢，邓肯就说他眼睛往上翻，声音突然间变得低沉。他说呢他可以看到其他世界和平行维度。他居然说出了多元宇宙呢是真实存在的。而爱德华呢并不是那么的熟练，但他仍然可以穿越时空。有一次呢，爱德华和邓肯呢就一起前往过了2137年。他们说不喜欢那里的东西，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时间来到1987年呢，这个邓肯呢已经掌握了这个蒙托克椅子的使用方法了。他可以访问任何时间或者是地点呢，并带上爱德华。兄弟俩坐在椅子上呢，邓肯专注于将他们送到150年后的未来，即是2137年。他们经过一道闪光呢，突然之间就来到了一片荒地。他们说他们看到了城市和废墟，他们偶尔呢会路过一些前哨站，但大多数的人呢都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的瓜葛。但也有一些人呢愿意跟他们交谈。从交谈中呢，兄弟俩就得知原来在这条时间线的2020年的后期呢，西方与东方之间发生了一场核战，地球上的每一个大城市都被摧毁了，大多数的小城市呢也毁于一旦。他说当时的政府不复存在，人们又变回了部落的时代。战争呢导致了一场气候灾难，海岸线被淹没，只有大约1亿人呢幸存下来。尽管发生了这场灾难呢，人们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在2137年剩下的人不多了，但是他说他们仍然在努力地推动技术的进步，虽然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那时候的人是很有韧性的，仍然在创新科技，也能够治愈大多数的疾病。当时的人们认为已经找到了治愈地球的方法，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而爱德华和邓肯呢决定测验证他们的这个理论，所以他们又通过时间穿梭呢，又往后来到了更未来的600年以后，即是2749年。而这个地方呢，他们说就非常不同了。爱德华和邓肯呢将其描述为乌托邦的世界。他们说整个世界呢已经科技和自然和谐共处了，建筑物呢利用反重力漂浮起来，而能源呢是从量子真空之中提取的清洁能源、无限能源。他说污染呢就不复存在了。所以2749年的人们的生活是和平中什么都不缺，钱不再是必需品了，技术呢提供食物、教育、娱乐和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的其他东西呢都可以满足。他说教育和个人发展呢是优先事项，人们一生呢都在学习和探索自己的兴趣，而摆脱了劳动和生存的负担。所以在这种世界里呢，人类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蓬勃的发展，所以这个未来呢是一个天堂。当时这两个兄弟俩，他们说想到要回到蒙托克那个冰冷的地下室呢，就让人沮丧，因为呢2749年的世界是很幸福的嘛。于是这个爱德华和邓肯就决定摆脱臭名昭著的蒙托克计划和蒙托克椅子了，所以他们两个就想要违抗命令，决定留下来。那在这边生活了2年之后的某一天呢，爱德华突然睁开眼睛看了看手表。他说他突然发现时间好像并没有流逝，仿佛是获得了时间停止的某种超能力一样。那他说我们是否就可以利用这个漏洞两个人就开始各种时空穿越旅行了呢？那一想到这里呢，一道闪光将他们居然送到了另一个星球。那里呢荒凉无比，沐浴在永恒的那种暮色之中，天空是诡异的紫色，空气稀薄，居然空气中有那种金属的味道。
他说他们就看到了锯齿状的山脉和平瘠的平原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邓肯很好奇啊，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么恶劣的地方呢？邓肯就说这个星球啊是银河系最先进的文明的家园，而邓肯把这个星球的生物描述成了身材高大、四肢苗条、修长并拥有着杏仁般的大眼睛的生物。他说他们之间的沟通啊都是用心灵感应交流，他们掌握了传送技术，可以在分子水平上操纵物质。他说这个生物几乎是不朽的。所以当爱德华还要问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邓肯居然又闭上了眼睛，再一次闪过了一道光，然后他们又来到了一片茂密的丛林。从声音来判断呢，邓肯说这颗星球上充满了生机。随后呢，邓肯将一幅画像传输到了爱德华的脑袋中。他说那是一座建在丛林景观中的巨大城市。爱德华就问啊，那谁住在这里呢？邓肯指着身后丛林中的生物说，是他们。于是爱德华转过身去，看到了2个爬行动物啊，在丛林里注视着他们。邓肯说啊，这些生物看起来并不友好，我们应该离开这里。然后他们瞬间突然跪倒在地啊，像是被人踢了肚子一样。爱德华就扶起他，问他是否还好呢？邓肯说不，爱德华，他说我不好了，我们得赶快回到1987年，我有事要告诉你。当爱德华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啊，他们真的回来了。于是他离开椅子，冲下大厅啊，冲到了他哥哥邓肯的房间。他说邓肯看上去很糟糕，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皮肤苍白。当时这个冯诺依曼博士走进来对他说啊，说很抱歉，你哥哥快死了。因为他每次时空穿越，他的情况就会变得更糟，而每一次跳跃都会产生一条新的时间线。他制造了我们没有预见的悖论，破坏了时空结构本身。所以这个冯诺依曼博士就说啊，这一切都始于1943年的费城实验，所以我们需要阻止那个实验的发生，并摧毁修复我们的这些时间线的设备。而爱德华就询问这个冯诺依曼博士说啊，那之后还会发生什么呢？冯诺依曼博士就说，当你从埃尔德里奇回来的时候呢，我必须诚实的告诉你，邓肯会将他的意识与你的意识呢投射到1920年代末的一个婴儿的大脑之中。你的宿主的名字呢叫伊尔贝利奇。当时爱德华就感到很困惑嘛，他说因为他出生在1916年，他会和这个1920年出生的人共存吗？而冯诺依曼博士就说呢，你所有的记忆呢都将被抑制，而伊尔贝利奇呢不会知道你的意识在哪里。我们需要隐藏你和邓肯的知识呢在伊尔贝利奇身上，但如果我们需要你的话，我们会知道你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你。所以意识转移呢是一种安全的措施，而爱德华和邓肯呢有很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如果费城实验从未发生过，那么蒙托克项目呢也就不会发生，这也许呢是一件好事。但为了以防万一呢，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的知识保存下来，也是有意义的。那时间呢就来到20世纪80年代啊，这个伊尔贝利奇呢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位电气工程师，他的同事们都说他呀深思熟虑，聪明过人，但他也对边缘科学呢很着迷。实则呢他的前世呢就是爱德华。那在1985年呢，伊尔呢就去了纽约的蒙托克，想要听普雷斯顿的演讲，介绍呢如何将这个电磁波用于各种应用，从治疗到放大心灵力量。所以这个伊尔呢想更多的了解他的心灵研究，便来到了这个普雷斯顿的演讲中。那普雷斯顿和他的助手一起走上舞台啊，助手就向观众介绍他的名字呢叫邓肯。虽然他以前从未见过邓肯，但是演讲结束之后呢，他说我就跟他之间好像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伊尔就介绍了自己啊，并跟邓肯聊了大约2个半小时。他说我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问邓肯说，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里遇到过呢？没有想到这个邓肯也有相同的感觉。邓肯微笑着就说啊，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于是他们2个人就来到了几英里外东边的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那是旧的门托克空军基地了。邓肯就说，我们可能会在那里啊找到答案的。在探索空荡荡的建筑物的时候呢，伊尔就有一种他以前来过这里的感觉。而伊尔还表示呢说，我们到了那个废墟的军事基地啊，我感觉到了什么？我们都不喜欢它，因为我们越往场地的尽头走呢，我们就越觉得自己啊身心灵有种恶心的感受。那接下来几年里呢，随着蒙托克计划的记忆重新的浮现在伊尔的脑海中呢，他同时也过着双重的生活。他说，在一种生活中啊，你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在另一种生活中呢，你是蒙托克计划的一员。但现在他的记忆呢正在逐渐的恢复，因为他做了一个梦，他说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说在梦里呢，这个伊尔的名字叫爱德华，他和他的兄弟邓肯在船上工作，发生了一起事故嘛，于是他们一起跳下船，
然后都醒了过来。那时间呢就来到1988年啊，这个耶尔呢已经退休了。一天晚上呢，他在看这个 HBO 宣布当晚的下一个节目呢，就是《费城实验》。他说，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它就像是一颗炸弹一样击中了我。我开始因为这部电影而想起费城实验，因为费城实验被压抑的前世记忆呢，瞬间就涌入了我的脑海之中。那接下来的2年里呢，这个耶尔就回忆起了爱德华的所有的记忆和真相。他说，蒙托克计划呢是一个制造心理武器的黑色行动，是政府的计划。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呢被迫进行实验，大多数都是10到15岁的男孩，其中一些男孩呢还记得实验，他们被称为蒙托克男孩。那是在1990年呢，耶尔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演讲，他想揭露政府对蒙托克计划的掩盖，他想让公众了解到侵犯人权、失踪儿童和虐待的行为。那耶尔就说呢，我们必须改变这个计划，孩子们现在受到非常恶劣的对待，甚至呢被迫死亡。而耶尔和前世的这个邓肯就说蒙托克计划是专注于精神控制、时间旅行、跨维度旅行和通灵术，所以美国政府否认这些说法，认为他们很荒谬。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美国政府研究过时间旅行和跨维度旅行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嘛。那美国政府将通灵术用于军事和间谍活动吗？答案也是有的呀，因为他们有之前的新门计划。那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违背人们的意愿，对他们进行过精神的控制实验呢？这里就有一个实验者，他说他表示那一年实验开始时我才9岁，我被绑在一间看起来像是实验室的地方，那里似乎呢有其他的孩子。他说我被绑在桌子上，四肢张开，仰面躺在桌子上，有一个格林医生呢在我身上把头上都插满了电极，我被无休止的剥削了近30年。唯一的解释是他们不择手段。当然这位爆料者说的真假呢我们并不知道。而伊尔呢是1989年站出来的，并迅速成为了 UFO 阴谋论界的明星。他参加过40多个广播节目包括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各种广播。他主持过40多场会议，他的故事呢非常精彩，而且伊尔讲的也很好。但是伊尔所说的是真实的吗？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